各位朋友大家好啊，这一个65瓦古石科技出品的氮化镓单口充电器，现在像这种公版协议的充电器啊，好像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人不是很多了。现在的手机除了苹果以外，其他的都是私有协议，但是现在的手机厂商慢慢的也会向公版的 PPS 协议靠拢。 PD 协议的功率是越来越大了，手机的话能够支持 PPS 公版协议，它的功率也是很充足的，就像荣耀100一样，真实功率可以到53-54瓦的功率，不比他们原装的充电器差，是不是啊？这一期视频咱们就是把它拆解开，我们看一看这个古石科技出品的充电器，它内部的用料是怎么样子的。我们话不多说，拆解它。这个充电器的接缝是在这一边，我们用切割机把这里直接切开。 切的差不多了，咱们就直接把它撬开。插头也是通过2根导线连接到主板内部，内部有胶粘住的。我们用撬棒挑开这些胶，就可以用钳子直接把这个板子直接拔出来。拔出来，我们第一时间就是给这些高压电容必须放电。没有专业工具的情况下，不要轻易的去拆解啊。这个高压电直接是300多伏的高压。 闪灯就代表着有电，这上面这一层黄颜色的就是一个黄铜散热片啊。像这种价格的充电器，竟然配上这个材质的散热片，确实是不错的。然后这里是次级的输出端，这边是初级的输入端。然后我们把这个散热片取下来，把胶清理一下，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这一块就是拆解下来的黄铜散热片，这一个就是它的主板的样子。 这就是咱们拆解下来这个充电器所有的元器件。咱们现在就是从输入端到输出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充电器。插头部分为不吸磁的铜质材料，通过连接线连接到主板上，插头和连接线的连接处有硅胶打上进行绝缘处理。这是输入端的一个管状插件式保险丝，来自成立于2003年聚焦中高端电子电力电路保护元件的公司贝特电子科技。 这个保险丝是贝特334系列管状慢熔断保险丝，它的规格是3.15安，耐压250伏。绿色的康浪涌热敏电阻，防止交流电浪涌电流损坏充电器。这个厂家咱们没有查到。这个是这个充电器的供膜电感，采用绿色的磁芯，用气包线和绝缘线2种线来进行扰制，用来滤除交流电内部的 EMI 杂波。一颗黄色的安硅 X2 电容。 来自隶属于成立于1986年台湾威迪电子工业的东莞威迪电子，这颗电容是威迪电子旗下的子品牌戴恩。这一颗电容的规格是 0.22 微法，耐压275伏。这一颗整流桥，它的适应是 WRLSB80M， 用于将交流电整成脉动的直流电。 来自成立于2007年专注分立半导体器件及研发的企业深圳市沃尔德实业。这是一颗软桥，有着比较平滑的光段特性，并拥有良好的散热特性，可以帮助中大瓦数适配器提升可靠性。它的规格是8安，耐压1000伏。这个充电器的初级电路高压滤波电容一共用了4颗，这2颗来自成立于2004年一家集铝电解电容、固态电容。 超级电容器研发、制造、销售的公司肇庆绿宝石电子科技。这2颗电容的规格是33微法，耐压400伏，属于绿宝石 M1 系列常规电解电容。另外2颗来自成立于2005年一家专业铝电解电容、固态电容制造商湖南益阳万金源电子。这2颗电容的规格是22微法，耐压400伏，属于万金源 WH 系列标准电解电容。 这一个是起到滤波作用的一个工字插膜电感，外部套有热收管，内部有工字磁芯，用气包线进行扰制。这个充电器的主控芯片为一颗和风氮化镓芯片，它的适应型号是 OB2736W， 来自昂宝电子，2004年创立于上海的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公司。这是一款高度集成的高频准谐振 QR 控制器芯片。内置650伏耐压的氮化镓功率开关管，
具有自适应多模式调节功能，凭借专有技术，可以在整个负载范围内实现高转换效率。采用高压启动的方式，启动时间短，待机功耗低，提供完整的保护，包括断电保护、OLP 过载保护、OTP 过温保护等等等等，确保充电器的安全可靠。2颗小的电解电容为主控芯片的供电电容，来自创立于2004年，主要生产经营固态电容、电解电容和液态铝电解电容的公司东莞市创汇电子。这2颗电容的规格都是 4.7 微法，耐压100伏。这4个脚位为主控芯片供电电容的脚位，这个地方有一颗思印1015的稳压芯片，这个是为主控芯片供电进行稳压用的。这个就是这个充电器的高频变压器，这2根导线为次级的输出端，然后这边是初级的输入端。变压器上面用绝缘胶带进行缠绕保护，这上面有厂家的适应信息。横跨于初级和次级之间，负责调节反馈电压的光电耦合器，它的适应型号 OR1009， 来自成立于2008年，专业从事光电耦合器及其发射接收芯片研发、生产、销售的公司深圳奥伦德元器件。一颗蓝色的安硅 Y 电容，用于输出抗干扰，来自1988年，创立于台湾，1998年在东莞设厂，致力于陶瓷电容器专项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司东莞市秩序电子。这颗安硅电容属于秩序电子 Y1 陶瓷电容系列。这一部分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次级输出端同步整流控制器 IC， 它的适应型号是 009N51， 也是来自上海的昂宝电子。实际型号是 OB2009， 这是一颗采用150伏高压制程，可以完美应对3至28伏输出电压规格的同步整流器芯片，采用独有的自供电技术，无需辅助绕组供电，支持 DCM、QR、CCM 的工作模式，外围仅需几颗主熔元件，应用非常的灵活简洁。次级的同步整流开关管，它的适应型号是 G100N068GL，来自一家成立于2020年的专业功率器件 IDM 公司安徽滁州华瑞微电子。这个开关管是 SGT MOSFET， 也叫屏蔽3沟槽 MOSFET。SGT MOS 工艺比普通沟槽更加简单，开关损耗更小，更好的 EMI 优势和抗雪崩 EAS 能力，在高频应用中能够实现更高的性能。这个 SGT MOS 的规格是耐压100伏，内部的导阻 7.2 毫欧。2颗输出滤波固态电容，规格都是470微法，耐压25伏，厂家未知。这一块就是这个充电器的输出小板，上面这个芯片就是 USB 协议芯片，它的适应型号是 HUSB363， 来自成立于2015年一家专注于智慧能源控制技术的公司深圳汇能泰半导体。这是一颗集成了优质 CV 恒压控制环和 CC 恒流控制环的协议芯片，双环路设计可让适配器采用极简的外围元件设计，以降低适配器的成本，支持多个可编程电压和电流的 PDO， 所有的 PDO 均完全符合 USB PD 3.1 规范，低加和低减引脚可以配置，用以支持 QC 2.0、QC 3.0、AFC、FCP 以及分皮3模式，从而为传统设备提供出色的兼容性。小板的背面一颗输出 VBUS 开关管，它的适应型号是 KS3222， 来自成立于2017年一家技术驱动型的功率半导体器件芯片设计公司深圳市冠宇半导体。这颗 NMOS 的规格是耐压30伏，内部的导阻 6.5 毫欧。Type-C 口这边有4颗防静电二极管，用来防止静电损坏这个充电器。这个就是这个充电器的 USB-C 连接器，内部的舌片为白色，舌片光滑细腻，没有毛刺。这一块是充电器的前盖壳体，上面没有 PC 阻燃的标识，我们最后会做燃烧测试。充电器的主壳体内部也没有 PC 阻燃的标识的记号，我们待会儿燃烧测试。这个古石科技65瓦氮化镓单 C 口充电器，从评测拆解来看，充电器各项测试都是很好的水平，温度控制和文波控制极其到位。内部昂宝的和风氮化镓芯片加上整流芯片，配合实惠的汇能泰协议芯片，也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方案，完全可以满足支持 PD 和 PPS 协议的设备充电。几十块的价格，总比去买一些山寨的假货强很多。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